Hello，各位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伦。从我拒绝假唱，除非拍到我挖鼻孔，我是茫然的，就是那个最挣扎的点。那我就是我忍不下来吧，我也不知道能够再修复几次。我觉得时间吧，因为当下看了第一次、第二次亚伦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又加上我当时年纪就是那样子，然后又加上当时的氛围，我觉得肯定会有不同的解读。除了时间帮我证明我一直做事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之外，有些人在看当时影片的人也长大了，因为我当下做很多事情，我也不是奢望他们当下明白我的这些作为，而是希望有朝一日回头，他们可以明白哦，当下这么做是因为不希望他们，比方说粉丝们之间吵架了，我不希望他们习惯比较，不希望他们是用嫉妒心在过日子，因为很痛苦。那果然就是后来越来越多人懂，你不一定要回来变成我的粉丝，但是当时我跟你讲的话，今天懂了，我就很 OK 了。这就是我觉得当偶像最基本、最欣慰的事情了。因为我深知只有他们透过生活，你才能明白那些。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在某一个阶段快速的被必须长大。以前我也是刚出道的时候，大家就觉得乖乖牌，其实是没什么想法，根本不乖乖牌。是一来你飞出来，当时就是马上就受到很多人关注，然后就被推着跑了。对，然后在这中间你很茫然，我也讲过很多次，就是那个掌声跟那个心虚，这中间有很大的差距，很难一下子就填补起来。那你根本也没时间停下来思考，这是不是你未来5年要走的路？因为人到头来，你还是得想到自己的未来。你即便心里还是有这个团体，但是你还是得想到未来要怎么走，这是无可厚非的，对啊。所以我好像是突然意识到，你不能再照着别人的计划，或是别人给你铺好的路走了。你如果要走得舒服，或者是走得踏实，你必须给自己规划，你必须要自己有想法，所以你必须要理解你所选择这条路上，你必须要从哪些部分。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啦，我觉得当然在这些专业人的帮助之下，在外界绝对不会是觉得我们当下是茫然的，因为他们还是有帮我们做规划。只是对我个人来说，我自己的脑袋里我是茫然的，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说，就像走迷宫，已经有人帮你画出了一条捷径，你就照着那个捷径那条线走完，你会毫无收获。但是当你亲自去走那个迷宫，你撞到了墙，踩到了陷阱，转了好几次弯，终于找到出口，你可以很大声的说：“我征服了这个迷宫。”然后你甚至可以很有信心的带下一个人走这个迷宫，那个才是生活踏实的样子。从我拒绝假唱，真要讲到这件事是，当你知道你真的没有唱那么好的时候，你会希望透过每一次的现场演出，去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。然后，因为回家一定都会看自己的演出，就包括从最开始。对，所以你必须真唱，你才知道问题。但当下就会几经讨论或是干嘛，最终还是决定就是要对。那你就心里就很害怕，就是我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当时会觉得自己学习最快就是那时候嘛，啊，你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，这样子，我没办法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唱歌，甚至我想要拿这些表演的片段去找老师问，我也没这个机会，因为出来的都不是真的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当下我才会有这样的，就是给大家唱。对啊，因为我没唱的就没意义了嘛。我来这边表演的时候，我一方面也觉得说，你们买票来看，那你去听 CD 就好了，不是吗？虽然我知道我们当时大部分是卖脸啊，你很实诚。所以我是蛮实诚，但是卖脸也想要有学习的机会。我说真的，
就是那个最挣扎的点，就是我真的希望透过每一场的演出去知道自己到底不好在哪里，就拜托不要剥夺我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就是那已经是一种无声的呐喊了，那肯定不是一次两次我必须要妥协。我相信大家都是挣扎，没有哪一个人不愿意进步跟成长，只是如何选择而已。那我就是我忍不下来吧，我还没有那个智慧告诉自己用别的方式这样子。我觉得是14、15年那一阵子。责任感是肯定要有的。我觉得做艺人占用太多年轻灵魂的时间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下一辈子，但至少这一辈子，我至少占了他们10几年的时间。所以你说没有责任，我觉得你这辈子如果没有好好负起这个责任，你下辈子要还的。如果有下辈子的话，真的我是这样子告诉自己的。因为有一次，有一对父母带着他的女儿来签唱会吧。然后就跟我拼命的说：“亚伦，可不可以跟他说，读书要好好读，要好好考试？”我心里就想说：“可是你不是他爸妈，你们跟他说，不是会很有力道吗？”然后他不断跟我说：“只有你讲，他才会听。”我回家才好好咀嚼这件事，我才发现原来一个偶像能够说话的重量，有时候真的是超过父母的，甚至是老师。甚至是好朋友的，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当艺人真的不是那种只想要风风光光，真的不是装疯卖傻就行了。